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来到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在2013年5月10号早晨7点多，在江苏省常州市的电子产业园有一个公园，这公园里有一个人工湖。这天早晨，有人在这个人工湖上发现了一具漂浮的女性尸体。警方在接到报案之后，赶紧就来到现场，迅速把这具女尸打捞到了岸上。那与此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警方还从湖里面捞上来一辆崭新的红色女士电动车。这名打捞上来的女性死者，通过警方的初步判断，她的死亡时间应该不长尸体上还没有出现腐败的迹象。死者的年龄呢，单单从外表来看，判断应该是在25、6、27、8左右。她的身高在1.5米到1.6米之间。这个人的穿着也比较时尚，穿着一个红色的小外套，里面是一个蓝色的背心，下边是黑短裤、黑丝袜、黑色的高跟鞋。另外，这个死者身上佩戴着金银首饰，金手链金手镯、金项链钻戒什么的。在这个短裤的口袋里面还翻到了400块钱的现金和一串钥匙。那么首先根据这个尸体的情况因为死者他的衣服都是比较完整，短裤丝袜都没有被撕扯下来没有被脱下的痕迹，包括在他身上呢也没有发现明显的伤口，没有这个争执扭打的迹象。所以说警方初步判断就排除了强奸杀害的可能排除了劫色的可能。另外，这个死者身上金项链、钻戒等等这些首饰呢都还在，口袋里那400现金也都在那儿，所以说呢也排除了抢劫杀人，排除了劫财的可能，劫财劫色都排除了。但是除此之外在这个现场周边就没有其他的什么可疑痕迹了，只有在这个人工湖中间有一座桥，在这个桥上警方发现了一道应该是不久之前刚刚留下的这么一个痕迹一个摩擦的痕迹。在观察这座桥呢，因为这个桥的设计问题桥的头尾两边都存在2块没有护栏的缺口。然后警方再看看这个打捞上来的这个女士电动车，所以警方呢就做了一个初步的猜测猜测这个女性死者她呢应该是在骑电车的时候从这个桥上两边这个缺口这儿不小心掉到水里了，然后呢在桥上留下了那道那个摩擦的痕迹。而这名女性呢应该是不会游泳因此最终在水里面溺水身亡。那么在发现了这个无名尸体之后呢，警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往往都是要确定尸源。即便说现在猜测出了她应该是溺水身亡，但是不知道她的身份，这个案子还是没法结。可是这个尸体身上呢，前面也说了，就发现了一些首饰钱之类的，钥匙之类的，没有找到身份证，也没有找到手机，这些东西都没有，那就没法证明他的身份。那没有直接证据，警方就只能够采取其他的途径想办法查明这具尸体他到底是谁。那这个案发现场所在的这个公园，前面也说了，它是处在常州市的电子产业园开发区，附近呢有很多企业。所以说警方首先想到的有没有可能是周边这些公司的员工呢？所以警方就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走访周边的企业工厂询问最近有没有这个员工失踪但是转了半天下来没有什么结果。那就在这个时候，到了当天下午3点多不到4点那会儿，有一个叫做李良的年轻男子跑到当地派出所要报案。怎么回事呢？李良说自己的媳妇儿失踪了，昨天晚上出去之后呢，到现在一直没回来，打电话没人接，打不通，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来报案。在接到这个消息之后警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那个无名女尸，心想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人呢？于是警方就带着李良来辨认尸体。李良在仔细查看之后，最终向警方确认这具无名女尸就是自己失踪的妻子，她名叫廖凤仙。那在这儿咱们为了方便称呼，咱叫她廖某。
那么在简单询问之后，警方也了解到了李良和死者廖某的具体情况。这个男青年李良当时是28岁，李良老家是在江苏省的连云港，现在呢在常州市开了一个网吧，个体户，日子过得还行。这个死者廖某是他的妻子，廖某是27岁，他呢也不是本地人，廖某的老家是在四川的巴中，这俩人呢都是二婚，而且呢是刚刚结婚2多月，所以说看到这个情况，这个李良伤心难过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么根据李良交代说，在案发前一天，也就是5月9号，这一天呢，他刚刚带着妻子去买了一辆新的电瓶车。这个电瓶车挺好，新款的，车速非常快能跑60-70迈的。那妻子呢也是头一次骑这种电车，这个速度呢又这么快，60-70迈，他不好驾驭不住。所以说当天晚上9点多吃了饭之后呢，这个妻子廖某就提出说想去外边去练练车。那李良当时呢因为工作比较忙没有陪同，但是呢期间他一直和妻子廖某通过这个电话和微信相互交流。他毕竟刚结婚，俩人呢这个天天聊天也聊不完，在这个微信上呢他还一个劲儿的叮嘱廖某一定要注意安全，早点回来。结果等到当天晚上11点钟，2小时过去了，发现这廖某还没回来。一看这媳妇还不回来呢，这个李良就给廖某发微信打电话，结果发现微信不回，打电话呢没人接。这下子李良可着急了，二话不说赶紧下楼开着车去找妻子。可是去哪儿找呢？他也不知道去哪儿，只能开车到处瞎开瞎找。结果呢开了好几圈，末了半夜回来也没找到妻子，妻子也没回来。这个时候呢，这个李良就开始自我安慰就琢磨心想可能媳妇儿这是看太晚了没回来，直接去朋友家了。那电话怎么不回呢？有可能是这个期间毕竟一直跟他聊微信打电话什么的，可能是这个电用完了自动关机了没法回。他心里边这么自我安慰，慢慢的自己迷迷糊糊睡着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一睁眼那发现媳妇儿还是没回来，打电话呢没人接。这一次这李良坐不住了，又开始等开始找，可是还是没有。直到等到下午3点多，实在是坐不住了，赶紧出门报警。那现在呢报警是报了，到了这公安局一看，得自己媳妇儿已经淹死在湖里了。而且从警方的推测来看呢，说自己媳妇儿还是骑着自己刚刚给买的新电车不小心掉进湖里的。这家伙一听，这李良感觉好像是自己亲手把这媳妇儿给送葬了一样，那是悲痛欲绝，泣不成声毕竟这小两口刚刚结婚2多月，说那不难过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不过与此同时通过李良的这番交代，警方这边他们也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哪儿奇怪呢？就是说这个廖某他溺水身亡的这个人工湖这个公园，这公园距离廖某和李良他们家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远，直线距离长达30公里。30公里，这个距离这也太离谱了这明显是超出了这个练车应该有的范围。你说谁没事练车练到30公里开外那不可能而且女性嘛一般这胆儿都比较小，那晚上出来练车肯定都是找一些这个灯光比较亮的市区宽敞的大马路上。但是案发现场这个公园这儿地处开发区，人迹罕至。而且根据这个周边的居民反映，说这公园毕竟是比较偏嘛，一般到了晚上别说11点12点了，一般到了晚上9点公园里边几乎就没人了。那这个廖某他为什么要跑到这种地方呢？又偏僻又昏暗，还在郊区，来这儿练车他图什么呢？况且这练的又是电瓶车，又不是汽车。那如果是汽车，那一练可能开得尽兴，一下开30公里，那可以理解。但是电瓶车这明显说不过去。那对于这个情况，警方就隐隐的感觉到这个所谓的意外溺水事件肯定还有诸多的蹊跷。那对于这个疑点的考虑，警方在慎重的思考之后呢，
还是做出了其他的假设琢磨有没有可能这是一个谋划的很精细的一起谋杀案呢？那粗略的观察一番之后，警方就把目标锁定到了死者廖某的丈夫李良的身上。可是一番调查之后呢，警方发现这个李良他自己呢有非常有力的不在场证明当天晚上他是一直在家等待妻子，并没有外出不存在作案的可能。而且呢，警方专门还调取了这个事发的公园这外围的那个监控，发现当时这个廖某也的确是一个人骑着车子来到了公园里面，没有人尾随跟踪。那这么看的话，难道这真的是一场意外吗？为了确定这一点为了落实这个猜测，警方就专门又去买了廖某的那个同款的电瓶车用这个电瓶车呢做了几次现场的模拟实验。那么在经过了几次模拟实验之后，对比这个人工湖的桥上留下的那个电车的痕迹，又对比了一下这个电车落水的地点和距离桥面的那个距离，最终呢得出结论，廖某骑着电车的确是有可能不小心落到水里溺死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果。同时法医那边那个尸检也发现证据了，发现在这个廖某的肺部存在着一些水藻，这个水藻拿过去和那个湖里的水藻对比，发现呢是同一个种类的，那么这就可以证明廖某是溺水身亡的。但是对于这个结论廖某的家人表示无法接受。廖某的姐姐认为说，即便是在这个晚上灯光再暗再黑，这公园这道再难走，那也不至于说不小心骑车骑到水里吧。他感觉这肯定不是一场意外。包括这个廖某的父母也都拒绝在这个死亡通知单上签字。同时丈夫李良呢也站出来表示对这个结果怀疑，要求警方再进一步的再做详细的调查。其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廖某他的确就是在骑电车的时候不小心落水导致死亡。虽然说这个推测听起来呢有点傻，但是也的确只有这一种可能了没有其他线索说这个不是一场意外没有这样的线索能够做证明。但是呢因为人家那边那个家属坚持，那警方就只能再继续的从其他方面再试着做调查。首先他们想到的是要查看这个监控天网系统。那调查了李良和廖某家他们所住的这个小区监控，首先发现在当天晚上9点，廖某的确是一个人出门的。出门之后骑上电瓶车就直奔郊区公园，这一路上怎么走的哪儿骑得快哪儿放得慢，监控上都记录下来了。而且呢也没有发现有尾随。不过呢这个廖某到了公园之后因为那边这光线比较暗嘛，而且这个监控公园里边没有，所以说进去之后到底怎么样了，这个警方就不得而知了。那公园的这个情况呢也更加的引起了家属和警方的质疑他们也很奇怪。首先这个距离太远了，30公里，如果说是1公里2公里甚至是5公里10公里那都还能说得过去。但是这个30公里那这就太蹊跷了。其次呢是这个公园的环境，晚上光线又暗，而且人附近这居民都说了人又少，9点之后几乎没人了。你说一个女人家为什么来这儿练车呢？所以说看了监控没有什么答案，没有什么新的进展。那既然监控没有结果，警方就根据廖某的手机号码来调取了他当天晚上的通话记录，看看有没有什么信息。这个记录调出来呢，发现当天晚上跟他有过电话联系的一共是有2个号码。第一个是李良的这个不需要怀疑了。另一个号码是一个尾号是66716的号码，而且呢这个号码他给廖某打电话的时间恰好就是9点多，就是廖某离开小区的时间。那么也就是说廖某应该是在接到这个电话之后他才出门的。同时呢警方还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当天晚上这个66716尾号的这个号码，他给廖某打电话的时候，这个电话的信号发出的地点正好就是在廖某死亡的那个人工湖附近。那么由此看来，这个号码的主人
很可能跟这个案子是有关系的。而且与此同时呢，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警方还发现了在这起案子当中的第3个关键人物。这个人姓周，叫周九伟。这个周九伟他是连云港人，比这个李良大1岁，他和李良俩人是发小。那为什么咱要提这个周九伟呢？因为周九伟和李良跟廖某这仨人是住在一起的，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为什么会跟这2口子住一块呢？大概在2个多月之前，周九伟突然来到常州来投靠李良因为当时李良在这混的呢，好像的确是不错，有车有房。那当时这个周九伟来了之后没地儿住，就暂时住在了李良和廖某夫妻2人家里。这3个人他是有这么一层关系的，3人是生活在一起。而且非常可疑的是什么呢？当天晚上这个周九伟他也不在家里等于说当天晚上家里边只有这个李良一个人。那么到这儿警方就开始猜测了当天晚上使用那个66716那号码给这个廖某打电话的，会不会就是这个周九伟呢？那么有了这个猜测之后警方就开始寻找调查这个周九伟。警方首先他查看了这个公园周边的监控，发现这周九伟当天晚上的确去那个公园了，把监控拍到了。他当时坐的是一辆黑出租，进到了公园里面。而且十分可疑的是，他只进来了没出去，直到第2天凌晨4点半，他才从这公园里边走出来。出来之后赶紧打了个车离开了。那么这个情况表明他极有可能和廖某的死亡是有关联的。而且接下来更可疑的是，自从廖某死亡之后，这周九伟就失踪了。那么由此看来，这个周九伟的嫌疑瞬间就上升了。好在1个多月之后，警方顺利找到了周九伟。那面对警方的盘问呢，周九伟也没有回避，而是直接交代了当天晚上的情况。这周九伟是大大方方的就承认了，说当时呢的确是自己约的是廖某，2人一起去了公园。原来这2人在搞婚外情因为这个周九伟他和这2口子不是住在一块儿吗？再加上这个李良呢生意比较忙，经常的不回家，而周九伟呢为人又比较体贴，能做饭会打扫，所以说一来二去，这2人暗生情愫，慢慢走到一起。那当天晚上他把廖某约出来，其实呢就是出来偷情来了。那当天晚上11点的时候，2人翻云覆雨，激情结束之后呢，打算回家了。于是呢，廖某他就骑着这个新买的那个小电动车，驮着周九伟，2人一起往回开。但是在开到那个桥上的时候呢，毕竟这电车新买的，速度又快，而且这个廖某呢开的又不熟，不太能驾驭，再加上光线比较暗，结果一不小心扑通，这2人全都掉到湖里了。在掉到水里之后周九伟一时慌张，先是自己第一时间摸着爬着游到了岸上，但是回身之后呢，却发现廖某不见了。仔细一看，原来廖某不会游泳，已经沉到水底了。现在再回去那肯定是来不及了，已经是命丧黄泉了。周九伟一看这情况吓坏了，但是转念一想，毕竟自己跟廖某这是婚外情，不能让李良发现，所以说思考一番之后，他也没敢报警，而是直接选择了逃跑。之后呢，这个周九伟在公园里边找了个隐蔽的地方睡了一宿，第2天早晨4点半赶紧打车离开。那么至此，通过周九伟的这番交代这个案子呢好像是已经查清楚了这个妻子廖某的那些奇怪行为到这儿也得到解释了。为什么跑那么远偷情去了？这周九伟呢好像也没有犯什么大罪，所以说这起案子到这儿依然是一个意外事故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拨人前来报案了。这回来的是保险公司。原来丈夫李良他曾经给妻子廖某办了3份人身意外保险，这3份保险加在一块儿价值450万。如果廖某意外身亡，
那么保险公司需要赔付450万的人民币。在这个廖某溺水身亡之后呢，李良就拿着保单去找保险公司，要求赔付这450万。但是保险公司呢，在调查了廖某的死亡情况之后，认为这起事件的疑点太多暂时不能够理赔。那这次来是希望警方能够再做更详细的调查。于是乎，警方再次展开了新一轮的侦查，并且这一次把之前的各项物证也全部拿出来再检查一遍。这再一遍的侦查呢，果然就发现了新的疑点。这次警方注意到了一个微小的细节，他们发现在这个廖某穿的高跟鞋的底部沾的有淤泥。这个淤泥是哪儿来的呢？在这个下湖寻找其他的物证的时候呢，警方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前面咱提到过，说这个湖呢是人工湖，所以这个湖水其实并不深，只有1.4米。而这个死者廖某他身高多少呢？他是1.55米。这两个数据一对比，很明显这个湖是淹不死他的。那么由此看来，这个死者高跟鞋上的这个淤泥很有可能就是湖底的淤泥。那么也就是说，廖某当时在落水之后曾经站起来了，他在第一时间必然没有被淹死，也肯定不可能因为不会游泳而被淹死在湖里。这一番结论出来之后，周九伟的嫌疑再次上升。而且与此同时，警方发现这个李良身上呢也有一些疑点。说当时警方在查清了周九伟和廖某的这个偷情关系之后李良就总来公安局。但是他来公安局呢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一直问什么时候处理这个妻子廖某的尸体似乎是急着要这个死亡证明。但是在之前呢，他明明还跟这个廖某的家人在一起拒绝给这个死亡证明签字呢，这怎么现在又着急要这证明呢？这不前后矛盾吗？警方也觉得他这个行为呢很多余，早点拿的这个死亡证明对他呢好像也没什么好处太奇怪了。而且还一点，在刚刚案发的时候李良为了寻找线索，曾经自己掏腰包悬赏2000块钱，请人潜到湖底寻找妻子的手机因为当时妻子被打捞上来之后没有看到手机。那后来他专门请人下水，手机捞着了，捞到手机之后呢，又跟这个捞手机的人说这样，我给你1000块，给你再加1000，一共3000，你呢跟我一起去这公安局做一个证明，证明这手机呢确实是在水里捞上来的。那其实在警方看来，他这个行为呢也是很多余的。那么这种种多余的行为加在一起，这个事儿就变得不正常。难道说李良和这妻子廖某的死亡之间也有什么关系吗？但是根据他们这个亲朋好友的反应说这两口子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矛盾，非常好。这个李良对廖某呢无微不至，要什么给什么像前面说的各种首饰、钻戒、镯子、iPhone 手机都是李良给买的这两口子不可能有问题。那既然不可能有问题，那这个李良为什么这么反常呢？随着警方对周九伟的审讯，2个月之后，2013年7月18号，周九伟的心理防线彻底被瓦解了。这一次他终于说出了这起案子的真实情况。原来这个李良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好鸟，早在上学的时候呢就经常的调皮捣蛋，不务正业。但是呢他这个把妹能力一级棒，一流的。从高1的时候就把到了他们当时学校的校花，俩人在一起了。这个校花呢也就是后来李良的第一任妻子。之后高2的时候他就带着校花一块辍学了。之后呢该上高3的那一年跟这校花结婚了。到04年他携家带口就来到了江苏常州，在这儿开了一个网吧那个时候网吧比较火，所以说日子过得还挺好。那再之后呢，李良染上了一个赌博的习惯这可不好。在2012年初的时候他就向自己的表哥借了20万，结果20万在赌场里边挥霍一空，血本无回。那按照那个借款协议，在2013年6月他必须得连本带息还给表哥40万。李良这个人呢又好面子，爱死撑号称自己是说到做到，6月份还钱说定了，那就不可能7月1号还。可是偏偏那阵子呢他那个网吧生意比较清淡，
只能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而且呢，家里边父亲重病，这正是需要钱的时候，他到朋友那儿借钱，朋友也都没钱。那这个时候呢，他开始着急了。那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天他突然就想起来自己呢有一个亲戚曾经出了车祸，车祸之后他买了保险了，那保险公司呢赔了不少钱。所以李良琢磨能不能靠这个保险来骗钱呢？一开始啊，他想自残，说是意外让保险公司赔，结果试了好几回下不了手。那前思后想，他感觉呢自己不行，如果是自己的妻子，那应该就没问题了，杀妻骗保这办法好。但是啊，他又舍不得自己这个校花媳妇儿，于是呢他干脆心一横，故意的每天对这个校花媳妇儿呢是又打又骂。最后2013年2月20号，他媳妇儿逼的跟他离婚了。然后离婚了之后呢，他就开始琢磨找下一个媳妇儿。这下一个媳妇儿呢，杀妻骗保。怎么找呢？他就用这个微信来征婚，说自己是有车有房有店铺，家里不差钱，用着 iPhone 开着跑车，就想尽快找一个好姑娘结婚生孩子。没过多久，他就通过那个微信的那个摇一摇功能，咔咔咔那个摇一摇，他就认识了廖凤仙，就是廖某。前面说了，这个李良把妹技术一级棒再加上他这个物质诱惑，天天打肿脸充胖子，明明没钱了，带着廖某吃大餐买奢侈品。那这一来二去呢，刚刚认识的第12天，廖某跟他就闪婚了。当然他对廖某没有什么真感情，他就是为了骗保。那为了不引起怀疑呢，结婚之后对廖某也是千般好万般好，买金手镯，买钻戒，买项链，要什么给什么。这廖某呢也是被捧得晕晕乎乎的，感觉自己幸福来了。前前后后呢，李良给他买了3份保险，还都特别贵的那保险，他也没怎么在意，也都乖乖签字了。那么准备妥当之后，李良私底下就想了2套杀妻的方案。第一个，制造交通事故，这个比较常见，咱也说过。第二种，旅游的时候把妻子推下悬崖。可是几经推敲琢磨一番之后呢，他感觉这办法都不太好，破绽比较大。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自己媳妇廖某不会游泳，于是就慢慢的就想了一个第三者偷情然后落水这样的一个办法，并且请自己的发小周九伟一起来帮忙实施，并且还承诺事成之后分他20万。那周九伟一听满口答应了。于是呢，李良就开始故意的冷落妻子天天故意加班，并且让这周九伟住进来，引狼入室，来给妻子创造这个出轨的条件和机会。另外李良还在周九伟的背后给他当这个把妹老师帮他一步一步的勾引到了自己的妻子廖某。渐渐的周九伟呢也是不负厚望，成功的跟着廖某上床了。这不最终在2013年5月9号，周九伟按照计划把廖某引到公园，在翻云覆雨之后主动说我骑车带着你回家吧，然后故意的把车开到水里。但是当时没想到其实落水之后呢，这个周九伟确实立马就上岸了。可是回头一看发现廖某他站起来了，淹不死，所以他马上慌乱之中把这个廖某又给摁下去了，活活把他给淹死了。那么至此，这才是这起案子的全部的经过。最终在2014年1月23号下午，经常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判处李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立即执行；判处周九伟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个案子很曲折，有点这个暗中暗连环套的意思。不过归根结底也是一个骗保的事。骗保的案子咱说过不止一个，总会有人为了这点保险金铤而走险，费尽心机。但是这帮人不曾想到过，不论是什么样的罪恶，什么样的罪行，不论他藏得多深，都必然会留下蛛丝马迹，当然也会有被识破的一天。关于骗保，这可不是一个好的生财之道。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刑法198条写得很明确，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1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或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以此骗取保险金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来进行处罚。因此最后周九伟、李良俩人全部枪毙。好，今天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大伙儿如果喜欢呢，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进行关注。咱这号上每周都会抽免费电影票，先到先得。或者你也可以关注蜻蜓河北的官方微信，在微信搜索蜻蜓 FM 河北进行关注。好，咱下期再见。